嗨，大家，我是 Avon， 欢迎回到 Simple Life with Avon。你会打开这支影片，也许是因为你正在陪伴一只老去的毛孩，或你也曾经在某个深夜抱着它的身体，听着它越来越轻的呼吸。我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不是孤单的。我也曾经是那个人，拼命地带着它去看医生，做检查，做治疗，不愿意承认他真的要离开我了。我以为只要我不放弃医疗，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再摇着尾巴跑来找我。直到很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那段时间他是在跟我说再见。今天我想把我所知道的一切用最温柔的方式说给你听。很多主人都会说，他前几天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我真的没有感觉到他要离开我了。以为老去是一瞬间的事，但对毛孩来说，终老是一个旅程，一步一步慢慢退场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冲上前迎接你，胃口会变差，越来越爱睡觉，甚至开始忘记事情，走路也不再笔直了。你可能会觉得心慌，觉得他变了，但其实这些不是退步，而是身体在说，我差不多要离开了。那一段日子，我带着 Veda 去了好多次医院，每次检查，医生都说他看起来不像要走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已经不一样了。后来我才理解，有些动物要走了，不是量血检可以看出来的，是他们自己知道的。Veda 离开后，我看了一些书，才知道吃不下、站不起来、睡很多，这些状况出现，就是毛孩在进入准备了。回想Veda生命进入倒数的那14天，他开始不吃不喝，我怕他饿，怕他渴，心急到用针筒强迫喂他吃营养膏，却不知道他只是在准备回家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心里深处的真相，即使他在准备离开，他仍然是一个生命，他有尊严，有情绪，有习惯，有他曾经爱过的世界。我的 Veda 在他生命的最后14天，他的四肢几乎站不稳，走几步路就瘫坐下来，但我从来没有把他当病人或者是废物，我绝对不会让他觉得自己被放弃。所以就算他走不动了，我仍然每天用推车带他去散步，去他最熟悉的公园，那条我们走了12年的路。你知道吗？他会在推车里抬着头，感受风，闻闻花草，看着人群走来走去，好像在说，妈咪，我还在过生活。终老不是让他等死，而是让他用他的方式活在他小小的世界里。而尊严也不是他能不能走，尊严是我们有没有让他觉得他仍然很重要。在 Veda 走后的日子，我找到了这本书《宠物终老前还能为心爱的他做什么》。里面有一段我反复读了很多次。书里说，动物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会依照地水火风4大元素一步一步告别。这让我突然理解那短短14天里的很多事，也会让你理解，这就是他开始在跟你告别了。地代表的是肌肉、力量和骨骼。当地元素开始退场，它会变瘦，肌肉松掉，起身变慢，走路不稳，食欲下降。那时候我看到Veda出现这些症状，我以为他是不是生病了，但不是。这时候我们可以为他做的是，帮他在地上增加一些止滑垫，协助他起身，让他用最舒服的姿势睡觉，还有保留他原本的生活习惯，像是散步、晒太阳。这时候我们不要逼他站很久或是走很久，也不要逼他活动，更不要因为体重下降而开始逼他进食。还有就是不要让他们单独待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像是沙发上啊，或是床上，因为这个阶段的他们意识已经不再那么清楚，
反应也变慢，很容易失足摔下去。水代表口水、泪水、尿液、血液。当水元素开始退场，毛孩的舌头会开始粘牙，口腔变干或是开始漏尿，还有眼睛会像罩着一层雾，以及尿液变少。那段时间，Veda大约都20个小时才尿一次，我还以为是肾脏出了问题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但经常容易让主人误会的是，临终时不要再强迫毛孩喝大量的水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代谢多余的水分。你灌的水会流到肺部，造成呼吸困难，让他更不舒服。我自己在这里犯过错，那时候我以为喝水才会活下去，后来才知道，对他来说那是负担，不是在救命。我们能够为他做的是用棉花棒沾水湿润他的口腔，还是帮他擦拭眼睛，还有帮他换干净的尿布。在水元素开始退场的这个阶段，你可能会看到他突然精神又变好了，甚至会吃1-2口食物。Veda也经历过这个阶段，突然间开始走路又比较稳，我还真以为他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但其实那都不是他活过来了，而是他在用最后的力气把他熟悉的世界再看一眼。回光返照不是残忍，而是他给你的最后礼物。当火元素退场，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需要任何食物，也就是消化系统开始关闭，呼吸会变慢，能量缓缓下降，耳朵、脚掌都会变得冰冷，身体外表会很冰冷，但是体内温度会很高。我永远记得那时候 Veda 经常烧到39度半，甚至是破40度。我还经常带他到医院去打点滴、打止痛剂。我真的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对他非常的抱歉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想要替他盖棉被或者是开暖气，但请记得，它不是冷，而是在降温。就像一台机器在关机的时候，它也是缓缓降速，不是突然停止。我们可以为他做的是盖薄薄的棉被，还有保持空气的通风。最后一个风元素的退场，呼吸变轻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。风就是呼吸，当风元素退场，呼吸变轻变慢，中间的停顿变长，有时候会听到像痰的声音，也就是喉鸣声，最后是一个长长的吐气。那不是挣扎，不是痛苦，而是生命在安静的回家。我们可以做的事是握着它，轻轻地跟他说，我在这里，让他闻见你的平静，他会在你的声音和味道中慢慢沉静下来。你知道吗？在生命最后的这些日子里，他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自己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事，他真正放不下的是你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才理解 Veda 不是在想我会怎么样，他是在问你会不会好好的。他不是怕死，是怕你难过。告别的那段日子， Veda 看我的眼神特别的深，那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种确认，好像在问妈咪，如果我先走了，你会不会好好的？你会不会继续吃饭、睡觉、照顾自己？书里说，末期的动物会用眼神和情绪来观察主人是否准备好了。这段时间你不用说太多话，你只要让他感受到你比他稳。但是我知道这非常难，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做到。当你点头的那一刻，他就真的能放下。毛孩要走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太多要求，他不是想要最后一次的奔跑，或是再去看大山大海，他想要的只是最后一次被你抱着，被你理解，被你允许放手。你给他的那份平静，那份爱，会陪他走到最后一口气，而他留给你的是他这一生最温柔的遗产。
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让你不再那么害怕，也让你学会怎么温柔告别，欢迎你按下订阅，并且也去收看我其他相关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